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蠢萌的人，别人为了争宠明争暗斗，只有他敢做敢当，屡次实名制投毒。他就是人送外号齐二哈的齐妃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齐妃为啥能身居高位。第一点，齐妃进入前帝的时间早，别人都是跟得早不如跟得巧，偏偏齐妃是个例外，她跟得巧不如跟得早。正因为齐妃在皇上还是雍亲王时入府了，导致雍亲王称帝之后，齐妃跟着升了官。虽说齐妃这个老员工资质一般，但好歹来说齐妃安分守己，对皇上也忠心，加上皇上当时身边的女人就那几个，皇上经历9子夺嫡，好不容易混出头了，多少也得给身边的女人们尽尽位分吧。可见齐妃跟的时机太重要了。如果齐妃没有赶在雍亲王称帝前入府，而是和甄嬛这批秀女一起入宫，别说什么身居高位了，估计齐妃还得和四季妹排队领一丈红呢。第二点，齐妃年轻时不仅呆萌还漂亮，且与皇上有一定的情分。剧中齐妃贡献的经典场面众多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粉娇妮己。皇上，臣妾记得皇上最喜欢臣妾穿粉色了。粉色娇嫩，你如今几岁了？皇上是嫌臣妾老了。朕说的是实话。虽然这段大胖菊吐槽齐妃吐槽的挺狠的，但是大胖菊和齐妃的相处模式不像皇上与嫔妃，更像是民间糟糠夫妻之间的日常。哪怕皇上满口嫌弃，但他对齐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情分在的，不然也不会在翻牌子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去看齐妃了。尽管来到齐妃宫中，皇上又是嫌弃齐妃挡光，又是嫌她老了，可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年龄是不一样的。齐妃现在穿粉色被对几岁，年轻时穿粉色便是娇俏可爱。毕竟温太医都曾拜倒在齐妃的石榴裙下，更何况皇上在9子夺嫡的重压下，有这么一位娇俏可爱的齐妃在一旁陪伴，还可以缓解一下压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说不定皇上还是雍亲王时，他与齐妃的剧本不是粉娇妮己，而是腹黑王爷和他的娇萌小侍妾。第三点，齐妃有3阿哥傍身。虽然剧中3蛋只会长高，但齐妃生了3蛋就是她最能傍身的业绩。加上皇后的大蛋和纯元的2蛋都没留住，3蛋捡漏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子。长子这个名分在手，齐妃自然母凭子贵。更何况齐妃的蠢是在一众高手下衬托的，真碰上普通嫔妃，齐妃的智商还是可以的。就拿甄嬛用幺蛾子邀宠这档子事儿来说，齐妃的智商是完全在富察贵人之上的。这宫里的女人有得宠的时候，就有失宠的时候。况且她是个嫔妃，我是贵人，娘娘您是妃妃，这2对1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你也会说2对1啊？宫里争宠，人多就能胜吗？听听，在这场长春宫补习班中，齐妃也不是没头脑的嘛，她还是有着清晰的认知的，知道宫斗不是打群架，不是人多就能赢。除此之外，齐妃还十分关心3蛋的学习，她知道3蛋书读不好，就会亲自陪着3蛋学习。虽然剧中没有刻画这种场景，但从齐妃嘴里念到3蛋用功的模样，可见齐妃在3蛋身上花的时间不少。皇上作为一个聪明人，他多多少少也知道齐妃有做到教子。第4点，齐妃多多少少能制衡华妃。别看剧中齐妃总是被华妃对得哑口无言，实际上齐妃也能起到制衡华妃的作用。毕竟皇上最善用制衡术，还在雍亲王府时，皇上便使了这个技能。端妃的1碗安胎药给华妃的孩子端没了，华妃的1碗红花又给端妃的身子划没了。2个拥有军方背景的姐妹就这样彼此折磨，最后成就了皇上。然而这还没完，年羹尧屡立战功，后宫之中华妃独大，皇后藏拙不好当枪使，端妃身体只剩1格电了，不能再用，而静妃也在王府当中当过棋子了，剩下能用的只有齐妃了。更何况齐妃笨嘴拙舌，得罪人都不知道，用她憨憨的本领偶尔呛呛华妃也不错。听皇后说，皇上一大早是在婉贵人那儿看到了那些开败了的花儿。我听敬事房说，昨皇上翻的是华妃的牌子，这怎么一大早又在婉贵人那儿了？
再说了，后宫女人那点把戏，谁和谁成为一派，谁和谁又是死敌，皇上心里都清楚得很。他最开心的就是这些女人对他上心，所以齐妃加入皇后阵营，顺便帮皇后做那些实名制投毒的事儿，皇上心里也明白个七七八八。只可惜皇上高估了齐妃的智商，他以为齐妃只是单纯战皇后，却不知道皇后竟然能对队友下手。利用齐妃实名制投毒之后，皇后竟然还要抢3旦的抚养权，导致齐妃为了保3旦前程，选择自尽。额娘走了，你要为额娘争气。齐妃此举简直比实名制投毒还蠢。按照皇上对齐妃当年的情分，再加上3旦这个长子身份的加持，尽管齐妃害得拽妃终身不育，对皇上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，顶多也就是剥夺抚养权，把3旦交到阿哥所养着，随后再降齐妃位分，禁足在长春宫，一辈子的大碗牢饭管饱。只可惜齐妃的智商配不上她的位分，有种种运气让她赶巧身居高位，结果还被皇后骗了自尽，又送了儿子。